大家安慰了陆太太一会儿后，把礼品给保镖拿进病房里去。战印等人只得先离开医院，就陆太太一直送着大家到电梯口，看着他们进了电梯，她才往回走。回到病房门口，那陆太太站了片刻才进去。陆东明躺在床上，眼睛无神地望着天花板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战印他们走了，陆先生轻轻地问着。东明不想见他们，他们只能离开。陆太太叹口气，走到病床前坐下，看着儿子半晌，她柔声说道：东明，大家来看你都是关心你，并不是同情，你不要再钻牛角尖好不好？那陆东明闭上了眼睛，分明就是不想听母亲说话。那陆太太的心顿时揪痛揪痛的。自从婆婆去世后，这个儿子就被拉回了正轨，没有再嚷嚷着要闯荡江湖了。然后他跟战印借了一大笔钱，自己做生意最初也很苦，他都熬过来了。那10几年过去，才有今天的陆氏集团。儿子的个人身家也达到了100亿，他是意气风发的成功人士，走路都带风。若不是在感情上，他依旧是那个走路都带风的陆四少。都是他当妈的错，是他用拒绝母子关系逼迫阻拦着儿子追求海玲，造成儿子出车祸的后果。陆东明闭上眼睛，本是想不搭理母亲，不听母亲说话的，没想到还真睡着了。虽说他天天都躺在床上，其实他失眠的总是睡不着，有时候闭着眼睛想着事情，临到天明才能昏昏沉沉的睡去。车祸带给他的打击性太大了，那他接受不了，他会成为残废的现实。老陆，你看着东明吧，我出去走一走。那陆太太起身对丈夫说道：去吧，别想太多，东明只是短时间低迷，相信他会振作起来的。陆先生知道这段时间妻子有多难过，儿子现在睡着了，妻子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也是好的。陆太太深深地看了睡着的儿子2眼，再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他放在里面的包包。晚上包包离开了病房。他不是出去散心，他是去了任你实见海玲。陆太太到任你时的时候，店里并不忙，上夜班的那些人吃过早餐后，就很少客人进来吃东西的了。要是一直不关店门，中午的时候又会重新忙碌。有些人中午都不喜欢吃白米饭，而是喜欢吃面条、吃饺子。以往任你时只做早餐生意，一般10点过后就开始收拾打扫，然后关门下班。最近海玲有时一整天都开着店门，有生意就做，没生意就包饺子，或者就在店里打个瞌睡。陆太太看到陆太太进来，刚坐下的海玲连忙站起来叫了陆太太一声。那陆太太温和地应着，看到店里没有生意，她温声说道：海玲，我请你去附近的一家咖啡屋喝杯咖啡，方便吗？海玲笑了笑，方便的。她解下了围裙，放好后对2名店员说道：你们先收拾，我出去一会儿，等会阿七送洋洋回来了，帮我照看一下洋洋。今天他不打算整天都开着门了，他想去看看西环2路那边的一家饭店。那家饭店生意不好，月月亏本，老板打算转让了。那里的地段不差，吃饭的人应该挺多的。生意不好是老板不善经营，还是厨师厨艺不过关？海玲想去了解清楚，再看看周围的环境。要是适合，他想接手那家饭店。妹妹投资的菜场生意平稳，也成立了蔬菜公司，跟很多大酒店、学校、工厂合作，每天要供应很多蔬菜。除了自己投资的生意要打理，海童也要学习管理婆家的内宅事务，忙得团团转。海玲不指望追上妹妹的脚步，她只想在餐饮界杀出一条血路。好的，安排好店里的事，海玲跟着陆太太出去。海玲没有坐陆太太的车，她自己开着车跟着陆太太去了附近的那家咖啡屋。咖啡屋的生意一般般，
就显得很安静。两个人都要了一杯咖啡。陆太太要多休息，保重身体啊。海玲关心地说了句，陆太太跟以前相比，既显老又憔悴，连妆都不化了，没有了以往那种贵妇人的雍容华贵。陆太太苦笑的道：“我也想保重身体，只是看着东明那样子，我也是吃不下。睡不着，心里难受的很。”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：“陆总只是一时间低迷，慢慢的啊，他会好起来的。”陆太太端起自己那杯咖啡，喝了一口。她老是睡不好，精神差，每天都会叫人送2次咖啡到医院里，她就靠着喝咖啡撑着。放下了杯子，那陆太太自责的道：“海玲，我后悔了，我悔得肠子都青。东明喜欢你，我拦着他做什么？他都快40岁的人了，难得有个喜欢的女人，我应该高兴的，可我但凡能有唐君叶那样的心态，东明今天也不会躺在床上动不了。唐君叶身为战家的当家太太，她的身份不能说不贵重，况且唐君叶也是生于豪门，长于豪门，眼界一向很高的。当老太太逼着战印娶海童替他老人家报恩的时候，唐君叶心里不悦，却没有拦着儿子，由着儿子自己决定。最初唐君叶心里也不喜欢，不能接受海童成为他的儿媳妇，但他再不喜，也没有做出过伤害海童的事，更没有做出过偏激的事情来拆散小夫妻俩。当别人打电话给唐君叶告海童的状，说海童的坏话时，唐君叶不顾身份形象，就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，也要护着他的儿媳妇。那陆太太想，她若是有唐君叶那样的心态，那样的格局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。东明一直都在试图说服我，我咬死不松口，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。我跟他说，要想我同意你们的事，就与我断绝母子关系。是我过于偏激，才害了东明、海玲。若是时间能倒流，我一定成全你和东明。陆太太忍不住拉着海玲的手，说道：“海玲，现在我想开了，我也不想管了。只要东明好好的，他喜欢谁就喜欢谁。他是真的很喜欢你，在医院里对你说的那些话，不是他的真心话。”陆太太继续说道：“海玲，你别把东明的话放在心上，他现在就像个刺猬，浑身是刺，谁去看他，他都不想见，都说别人是带着同情心去看他的。陆太太，我不会怪陆总的。”海玲轻轻地抽回了自己的手，不习惯被陆太太这般亲昵地拉着手。海玲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相求。陆太太切入正题，她看着海玲，眼神里满是恳求。她说道：“海玲，东明现在这样子，我们都很难过，可是我们又劝不动他。他很喜欢你，最近不想见你，他是心生自卑了，觉得他残了，不想拖累你，才会拒绝见你。”海玲默默地听着陆太太说话，一声不吭。那陆太太也沉默了一下后，才说道：“海玲，我想请你照顾东明，帮助他重拾信心，出院后能坚持做复健。他觉得只有请海玲去照顾东明，东明才能拾起信心，才能有恢复的机会，否则他这样低迷下去，真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坐轮椅。我知道你也很忙，生意好，一天能赚很多钱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给你每天1万元的工资，只需要白天上班，晚上不用你守着他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海玲的任你食生意是很好，还没有达到日进万元的地步。陆太太觉得她出1万元一天的工资，请海玲照顾儿子，鼓励儿子重拾信心，很高的工资了。你对东明有没有想法，我们也不干涉你，那是你和东明的事，我刚才说的都是真话。看开了，只要我的孩子快乐的活着，管他喜欢谁，要娶谁，我只要我的孩子活着，好好的，快乐的活着。海玲，我知道我这样的要求对你来说，让你很为难，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，只能来打扰你。
陆太太再次抓住海玲的手，祈求着：“海玲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，只有你去照顾东明，才能让东明重新站起来的，求求你了。你要是觉得我给的工资太少，你说个数，不管要多少钱，我都会满足你的。”海玲等陆太太说完后，她说道：“陆太太，陆总连见都不想见我，我怕是无法帮到你这个忙。陆总帮了我很多，他现在这样子，我也很心疼他，盼着他能早点康复。我若是能帮到他，我很乐意帮他，但与感情无关，陆太太也不用给我那么高的工资。”陆太太说道：“东明就是嘴硬心软的，尤其是对你，只要你肯去医院照顾他，那他再硬也会软下来，这个不成问题的。你牺牲那么多时间照顾东明，我肯定要给你补偿呀，你的为人我很清楚，不说请你帮忙，你是不会要我们的报酬。海玲，你就当做你是在工作，拿钱办事。在照顾东明的时候，海玲若是对他产生了感情，陆太太也不管了。若是依旧没有男女之情，陆太太也尊重海玲的决定，只能叹两个人有缘无分。那东明若因此不娶，他也认了，是儿子过日子，这他想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吧。不得不说，陆东明这次出了车祸，陆太太是真的看开了，就是他的这看开需要付出的代价大了点儿。海玲，你也别觉得一天1万元很多啊。东明现在的脾气很不好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扔东西。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，又是我造成他出的车祸才能忍受他，换成别人谁肯受他这个气？我想我们花重金请护工照顾他，都没有人想赚那个钱，他现在实在是不好照顾。那陆太太觉得1个月花上30万元请海玲来照顾陆东明，一点都不贵，只要儿子能好起来，花再多的钱她都愿意。30万元，也就是他一个包的钱，他有的包还不止30万元呢。这陆太太觉得一天支付1万元不多，海玲却觉得太多了。她的任你10生意火爆，一天的流水撑破天也就几千块钱，离万元远着呢。你要生活，要养洋洋，洋洋是在管城中心幼儿园吧？这所幼儿园的学费很贵的，就算你肯无条件的帮我们照顾东明，我们也不能让你那样做呀，我们会良心不安的。海玲，1个月给你30万元，真的不多的，你不用再考虑，也不要再跟我讨价还价了。你再跟我讨价还价，我就每天给你1万5的工资，还是嫌多的话，我就加到2万。海玲，陆太太，你能让我再想一想吗？她想跟妹妹说说这件事，我明天答复你哈。陆太太点头，可以的，海玲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不催你。东明还要再住一段时间的院才能出院，他现在这样子，我和他爸还能熬得住，以后做复健才麻烦。海玲看着陆太太的满头白发，这个贵妇人此时此刻再无高高在上，有的只是担忧儿子，只想着让儿子好起来。陆太太，我想好了就回复你吧，你也别太担心，陆总只是一时心情低落，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，肯定能康复的。陆太太叹口气说道，你们都是这样安慰我，我也这样安慰我自己，可是看着东明那样子，我哪能不担忧？他会变成这样，还是我这个当妈的害的，我自责得很。说着说着，陆太太又红了眼睛。事发到现在才10几天，她似是苍老了10岁，心疼、自责、悔恨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她。陆东明不好过，她这个当妈的也不好过，但她还要强撑着照顾儿子，鼓励儿子。每次儿子发脾气，冲着他大吼大叫，还打翻东西的时候，他在收拾残局后，都会躲进洗手间里捂着嘴哭上一场。海玲，我也对不起你，真的对不起。过去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其实我并不讨厌你这个人，只是门户观念让我拦着东明追求你。现在我觉得只要我的孩子好好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都是可以解决的。
你也是个有上进心的人。现在你和东明的差距是很大，但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，你和东明的距离会越来越小的。陆太太确实不是讨厌海玲，她只是门户之见，觉得海玲配不上自己的小儿子，才会一直阻拦着两个人在一起，不是拦着儿子去追求海玲。人家海玲到现在都没有爱上他的小儿子，找海玲根本没用。问题的根源在自己的儿子身上，陆太太也是针对着儿子，做出了一系列的偏激事情，然后现在只有悔恨。海玲大度的道：陆太太，你以前对我说过的话，我都不记得了，我也能理解你的。婚姻还是门当户对的好，我也是当妈的人。将来我的儿子若是喜欢一个跟他差距很大的女孩子，我可能也会很难接受。没到那一步的时候，就会以为自己是个很开明的母亲。真经历了，可能没有多少人真能做到开明，任由儿女想嫁谁就嫁谁。就因为很少有人能做到，才显得占家的长辈难得呀。海玲常对妹妹说，一定要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不说战印如何，仅是占家长辈的开明，有多少人能做到的？所以呢，陆太太会阻拦着陆东明追求海玲，海玲一点都不生气，她能理解陆太太。海玲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没有怨怪我。那陆太太感激的道谢，海玲的人品，她觉得还是可以的。虽说海玲的出身比不上陆家，但她也很努力的让自己强大起来。那只要人有上进心，肯努力，其实呢，海玲是不错的。她一直都知道海玲人不错，就是当初跨不过门当户对这道栏。以后呀，她就再也不管儿女的感情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随他们去吧。陆太太，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值得你感谢的事，你快别谢我了。海玲不好意思地道，她再次安慰着陆太太。陆太太，相信陆总，他不会轻易被打倒的。陆太太默默地点头，在咖啡厅里待了好一会儿。陆太太惦记着医院里的儿子，就赶紧离开，赶回医院继续照顾着他那个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的小儿子。等到陆太太走后，海玲又坐了片刻才离开的。回到任你时时，洋洋已经下课。阿七看到海玲不在店里，哪怕有2个店员在，他也没有离开，留在店里陪着洋洋玩。看到海玲回来，阿七站直身子，笑着问好：海玲姐。他天天帮着海玲接送洋洋，海玲不让他叫她海小姐，要她叫姐。阿七就不客气了，他现在需要跟在大少爷身边的时间少了，但照顾好洋洋，能得到海玲姐的信任，前途依旧无量的。海玲笑着点了点头。洋洋小跑过来，扑入海玲的怀里。妈妈，我今天被表扬了。洋洋很开心地跟母亲分享被表扬的快乐。那海玲问了他为什么被表扬后，也夸赞他。小家伙嘚瑟得很。妈妈，我要去小姨那里。小家伙被表扬了，也会炫耀的，想得到更多人的表扬。海玲站起来，笑道：好，妈妈现在就带你去小姨那里。她拿出手机，先发信息问海童在哪里。海童很快回复了姐姐，他回的是语音信息。姐，我刚回到书店里。妈妈，我想和小姨说话。洋洋提出要求。海玲便把手机递给儿子。他看过店里的情况，2名店员都收拾好了。他让2名店员先下班，然后向阿七道谢。阿七，谢谢你又帮我接了洋洋回来。海玲姐，快别道谢了，这是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给我安排的任务。是我该做的事。阿七憨憨地笑着，能帮到玲姐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洋洋又这么可爱，现在我一天看不到洋洋，我都想着他。洋洋听到阿七的话，下巴一抬，自信的道：七叔，我是不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？阿七笑道：对对对，
洋洋就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是七叔见过最可爱的孩子了。海玲边牵着孩子出去，边笑道：“阿七，你快别夸他了，再夸他的尾巴就要翘上天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洋洋的确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孩子了。”阿七觉得自己说的是实话，当然若干年后，这样的话他又会对着另外一个孩子说的。海玲要去管城中学，不用阿七跟着，阿七自动自觉地回到大少爷的身边去。半个小时后吧。小姨、君姨，洋洋一下车，人还没有进店，就先大声叫喊着海童和沈小军啊。沈小军在收银台里坐着看，无聊吗？看打发时间。海童则是在书架前整理着那些书。听到洋洋的叫喊声，海童走出店去，洋洋就跑了过来。他笑着把外甥捞抱起来，今天洋洋格外的高兴，有什么开心的事说出来，就让小姨也跟着乐呵乐呵吧。姨甥俩语音聊天时，小家伙也很难忍，就是没有说他开心的原因啊。洋洋是想当面和小姨说，当面听着小姨的夸赞和在语音信息里听着的感觉不一样吗？那沈小军也走出来，君姨。洋洋礼貌地再次叫了沈小军一声，沈小军笑着轻捏一下他的脸。君姨有一段时间没看到洋洋了，怪想洋洋的。听说怀孕的时候经常看着漂亮宝宝的画像，自己生的宝宝也会很漂亮的，不知道是真是假啊。沈小军看着俊俏的洋洋，他经常看到洋洋以后他的宝宝也会很漂亮的。他跟海童讨论过这个话题，海童让他安心，凭着他和苏南的优秀基因，他们俩的爱情结晶不会丑到哪里去的。姐，海玲姐。海玲手里提着几袋菜，她路过超市的时候，进去买的，打算在妹妹这里做饭吃。我买了几样菜，中午呢，我娘俩就在你们店里吃饭了。海玲边说着边提着袋子进厨房。海童放下了外甥，跟着进厨房。只要我和小军留在店里吃饭，战印和苏南都会安排人送饭菜过来。我和小军都很久没有自己买菜做饭了。海玲放下袋子后就开始洗锅，准备包饭。那你跟他们俩说，今天中午不用送了，我做给你们俩吃。好。海童马上发了信息给自家男人，然后问着姐姐，姐，你是不是有事？扭头看了妹妹两眼。海玲笑道，没事，姐就不能过来。不是，但我直觉觉得姐过来就是有事。海玲洗好了电饭煲，又放了米，边洗着米边说道，咱们姐妹间真的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彼此。海童关心地问道，姐，是什么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姐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。海玲洗好米后又放了水，然后按下了插头的开关，再在电饭煲上面按下了煲饭，这才转身面对着妹妹，姐，你的早餐店经营得好好的，怎么还要去找工作？是不是觉得洋洋要上幼儿园了？你觉得压力太大？没事的，我可以帮洋洋交学费，战印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我都花不完，他们家每个人每个月也能领到一笔零花钱，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海童以为姐姐是生活压力大了，就还要去找工作。不是，洋洋的学费不成问题，周红林当初分给我的那笔钱就够洋洋上学用的了，我还每天都有收入，不是缺钱的问题。海玲看看外面，见到沈小军在逗着洋洋玩，他接着说，陆太太刚才来找我。闻言，海童皱眉，他找你做什么？该不会就又叫你带着洋洋离开管城吧？陆东明现在不想见到他姐妹俩，鉴于陆太太有前科，海童首先想到的就是陆太太，因为陆东明不想见姐姐，又想让姐姐带着儿子离开管城。他请我去医院照顾陆总，等陆总出院可以做复健后，也让我陪着陆总做复健，他给我30万元一个月。我说他给的钱太多了，陆总帮我那么多，我把他当朋友，也是盼着他能康复的。
陆太太坚持要给我钱，还说我不同意30万元一个月，她还会往上加，钱不钱的我无所谓。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彤彤，你觉得姐要不要去照顾陆总啊？我也跟陆太太说了，就算我答应了她，也与感情无关的，我没有想过嫁给陆总，只是单纯的希望他能好起来。但是呢，我若真去照顾他，会不会让他越陷越深啊？他现在也不想见我，那我去了，他能接受吗？海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他想了想后，对姐姐说道：“陆太太会来找姐姐去照顾陆总。我早就猜到了，陆总那么喜欢姐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陆太太心疼着急，肯定会想让姐姐去激励着陆总的。姐愿意去就去，不愿意去就拒绝。若是去了，不说陆总越陷越深，姐，你能守住自己的心吗？不去的话，我想姐也会觉得良心难安。朝夕相处，最容易处出感情。”海玲沉默，半晌，她说道：“我每天忙完了店里的事，就去医院照顾一下陆总，不会全天待在医院里。陆太太给我的补偿，我不要。用你的话说的，我不去的话，总觉得良心难安。”他出事的时候，陆东明一夜未眠，守在他的病房外面，等着他醒来。每天有时间就去医院看望他。不说这些啊，仅说以前陆东明也帮了他很多，他免费去照顾一下陆总，就当作是还欠陆东明的人情了。至于感情上的事，他不谈，陆东明现在也不会谈，味道，就谁知道会怎么发展。顺其自然吧，那样的话姐会很累的。海童心疼姐姐，我下午会回家里休息的。海玲让妹妹放心，姐不会让自己累到倒下的。既然姐都决定了，那姐就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吧。别人会说什么，怎么想，姐都不必理会，只要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行。在姐姐说出来的时候，海童就知道姐姐做好了决定，不管姐姐做任何的决定，她都支持姐姐。得到妹妹的支持呢，海玲也没有了纠结，决定有空就去医院照顾陆东明，鼓励陆东明不用陆太太支付报酬。我煲点汤，等会儿就去医院，也给陆总送点汤过去。海玲转身，从几个袋子里找到了他买回来的一袋猪骨头，准备清洗干净后用来煲骨头汤。我先回复陆太太啊。海玲想起了说要给陆太太回复的，暂停手里的活儿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陆太太，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陆太太。陆太太自是对她千多万谢，并坚持要给她支付报酬。海玲想着自己到时候不收陆太太的钱，陆太太也拿她没办法。做出决定后，海玲忙着准备午饭。临近中午下班的时间，海玲已经做好了午饭。彤彤，我先给陆总送汤吧，洋洋留在你这里吧。海玲提着保温饭盒从厨房里出来，饭菜都好了，就放在锅里。你和小军忙完了就吃饭。姐，你吃过了吗？海童关心地问道。书店里最近不忙啊，快放暑假了吗？放暑假前几天学生需要买暑假作业，人多才会忙一点。我吃了点。海玲边往外走边答道。妈妈，我也要去。洋洋看到妈妈要走，他叫喊着，人也跟着妈妈跑。洋洋，你还没有吃饭，别去，吃完了饭，小姨再送你过去。海童跟着出来，把洋洋抱起来，不让洋洋跟着去。洋洋有点委屈，不过被小姨哄一哄，他很快就把委屈抛到太平洋去了。那医院里，陆东明依旧不想吃东西。陆大少奶奶亲自送来的午饭，全都被他打翻在地上。陆大少奶奶被小叔子这个粗暴的动作惊得往后退了几步，才没有被打翻的饭菜弄脏她的衣服。东明，陆大少奶奶低叫着，你不想吃就不吃，干嘛全都打翻？爸妈都还没有吃饭呢。
小叔子最近的脾气是越来越差，他也理解也心疼小叔子的，但是小叔子自己不吃，还把饭菜都打翻在地，连公婆都没得吃。自从你出事后，看看爸妈变成什么样子了。爸妈日熬夜熬，亲力亲为的照顾你，熬得黑眼圈严重，头发全白了，人也憔悴不堪，你只顾着自己伤心难过，就看不到大家为你担心啊。你这样子非但无法康复，还会让所有关心你的人跟着难过。陆大少奶奶比陆东明年长10岁，她嫁入陆家的时候，陆东明刚上初中，她对这个小叔子极是疼爱。陆东明对长嫂一向也敬重，别人考虑到陆东明的心情，都舍不得责骂他。大少奶奶就忍不住指责了小叔子一番：“阿云，别骂东明，东明他不是有意的。”陆太太忙把长媳拉到外面去：“不要骂东明，东明已经够难受的了。”陆大少奶奶说道：“妈，我知道东明难受，难道我们就不难受？我们也关心他，也在乎他的健康。医生都没有判他死刑，他却先给自己判了死刑。妈，你也不要一味的救着他，要让他重新振作起来。小叔子出事后，婆婆自责，寸步不离的照顾小叔子。陆大少奶奶都能理解的，就他们只能每天来看看，送饭菜过来。就有时候呢，他们来了，小叔子都不想见他们。自己的丈夫是接管了陆氏家族事业的当家人，每天工作都很忙，也忧心着小叔子的伤势。可是小叔子只顾着沉浸在悲观之中，压根儿不顾家人的感受啊。那陆太太的眼睛一下子就红起来，她哽咽的道：“我也想让他振作起来，可是我们说的话他都听不进去。他天天躺在床上动一动，双腿就剧烈的痛，他会烦躁是正常的。不要怪他，不要怪他。”妈，陆大少奶奶拿来纸巾递给婆婆，叹口气啊：“我没有怪他，只是想把他骂醒。”陆太太抹了泪后说道：“为了让东明能振作起来，我还去找了海玲，求海玲来照顾东明。东明那么喜欢他，他来照顾东明，我想东明会为了他重新振作起来的。东明不是见都不想见海玲了吗？在陆东明出事后，海玲天天都会来医院，但是天天都被拒之门外。为了拦住海玲，他甚至把他极少会用到的保镖全都调到医院来，24个小时3班倒，守在病房门口，只为了将海玲拒之门外。其他人会被拒之门外都是顺带的呀，总要再试试的。”陆太太再次抹了一把泪：“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海玲身上了。妈，东明不想见海玲，是不想拖累海玲。你让海玲来照顾他，他对海玲的感情会越来越深的。海玲又不想再嫁，他们俩会剪不断，理还乱。”陆太太哽咽着：“我不管那些了，我只想让东明好起来。他帮了海玲那么多忙，我去求了海玲，他就一定会答应的。我知道他是个好人，刚才他就给我回信息了，他现在就过来啊。就算不请海玲过来照顾东明，你以为东明就真能放下海玲吗？那他放不下的，既然放不下，我们就帮他一把了。”那陆太太声音压低了很多，怕被儿子听到。他们俩要是朝夕相处，说不定海玲就会爱上东明，等东明康复，俩人就能办婚礼了呢。如今我也不想再拦着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随他们吧，幸福与否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海玲虽说离过婚，却比东明还小5岁的，东明又很喜欢洋洋，组成一家3口，想必也能幸福。当然了，他们俩要是成为一对儿，陆太太私心里还是希望海玲能为小儿子生个孩子的。这8字都还没有一撇呢，陆太太就想到生孩子的事了。婆婆这是吃定了海玲欠小叔子太多的人情，在海玲出事时，小叔子还守了海玲一宿。海玲是很难拒绝婆婆的请求，感情天秤上，陆大少奶奶也是站在婆婆这一边的。只要能让小叔子好起来，吃定海玲就吃定海玲。小叔子好了，若是娶了海玲，
海玲也不委屈。那在婆媳俩交流的时候，陆先生默默地收拾残局，打翻了所有饭菜的陆东明，神色漠然地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不说话。陆先生看着儿子冷漠，没有半点愧疚的样子，想指责儿子一番，话到嘴边，最终还是咽了回去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那在病房外面那个小客厅里的陆太太回应了敲门声，门被推开，却是保镖。太太，海玲小姐又来了。保镖告诉陆太太。陆太太还没有答话，病房里面的陆东明耳朵尖得很，刚刚还一副漠然的样子，立马就有了反应。他大声叫喊着，叫他走，我不想见他，叫他以后都不要来医院，有多远就走多远。保镖听到四少爷的嘶吼，在心里叹口气，就每次海玲小姐来的时候，四少爷都是这样的反应，也只有海玲小姐来了，四少爷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傻子都知道四少爷的情绪被海玲小姐牵住了，让海玲进来，那陆太太却和儿子唱了反调，这保镖一时间为难了。里面的陆东明听到母亲的话，他就着急的翻身要下地，但他两腿的伤还没有好，他根本就走不了路，这样一翻身下地，整个人呢就从病床上摔落在地上，啪一声响。正想喝水的陆先生立即扔掉了水杯，快步上前去要挽扶起儿子。那陆太太和陆大少奶奶也赶紧进来啊，看到陆东明摔倒在地上，两个人也急急地上前和陆先生一起，又扶又抬的才把陆东明弄回床上躺着，叫海玲走，叫他走，我不想见到他。陆东明摔着了，腿上的剧痛痛得他脸色苍白如纸，冷汗直飙出来，他都还在嘶吼着要海玲离开，他不想让海玲看到他此刻狼狈没用的样子，更不想从海玲的眼里看到他的同情，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。残就残了，他下半生都坐轮椅呗。好，不见，不让他进来，快不要让海玲进来啊，叫他回去。陆太太连忙说道，才算安抚好儿子的情绪。转身啊，他就落泪。保镖并没有放海玲进来，病房里的一阵闹腾，被挡在病房门口的海玲也能听到。海玲小姐，我们四少爷不想见到你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保镖对海玲说道。那海玲没有像往常那样，陆东明不见他，他很快就离开。这一次，他就在门口站着，对保镖说道：我今天见不到你们四少爷，我就在这里站着不走了。那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其中一名保镖进了病房，那他把海玲的话转述给陆东明。陆东明忍着痛，冷漠的道：他要站多久是他的事，